太古烛龙交战的灵力太过霸道，层楼天界开始破碎了，没时间了。我本是秋天大地叶枫，怎能如你这战士？你肆虐3界，今日我叶枫就待9天众生，将你斩杀至死。本次剑诀，我是突破了内境阴风。剑破！成功了！叶枫，你怎么样？若不是太古烛龙正处在转生期，我也无法封印他的神魂。破！姚金，你要干什么？叶枫，这片天是时候换个主人了。为何这样对我？素月这贱人才来几百，凭什么能伴你左右？就是偏心，不怕告诉你，这太古烛龙就是我放出来，再加上我布下的10方灭神阵，就安心的去死吧。此事乃洪荒之源所发，你挡不住的，别做傻事。楚月，走！你们不是说交了钱就能把我哥带走吗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凡界，难道是我的神魂转世了？哥，你醒了！风儿，哥，你醒了！风儿，我明白了，是素月耗尽毕生修为，在最后时刻将我的一缕神魂送出，转身到了这具身体中。一个炼气1重都到不了的废物，家主念在旧情，允许他一大招解重婚入赘。可大婚之夜，他居然潜入苏夫人房间，企图做龌龊之事。8大家族势必会在即，他居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做出这种事！你们是在冤枉我哥！这个身体的原主竟被欺凌成这样，如今七经八脉已废，我试着进入识海，让这具身体复苏。这就是我的识海。很好，打开了识海，就能借助上一世神魂残存的灵力修复经脉，重获生机。既然不从，留着这具好皮囊就没用了。可是你放弃这样。这小子的经脉不是尽断了吗？怕什么？即便经脉复苏，也不过是一个炼气1重不到的废物，让他体验我们炼气境3重的厉害。这他妈是个炼气1重都不到的废物，怎么这么强？恶灵家长，你死！放！你敢动我们，我们就回去兵临家主，杀你全家！跟我走！他怎么变得这么强？性格好像也变了一个人。凤儿，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糊涂啊！苏家本就势大，如今又与冷家联合起来，不是我们能应付的。趁他们还没来，你快逃吧！娘，哥，你快走吧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对付炼气境以上的强者还是太过勉强，得想办法提升修为才行。这声音似乎来自我的识海。是谁？是谁在我的识海？林峰，
你来了。太古烛龙，你竟与我一同转生了。不错，我那神魂被你封印入黑暗，能赐你转生之身。那正好，就将你炼化在此，助我提升修为。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我就剩一缕残魂了。那这样吧，你让我寄居于此，作为交换，我可将我龙族功法与你共享，还不付最强法诀——鸿蒙吞天诀。鸿蒙吞天诀，龙族的神级功法，传无物不吞，无物不炼，连修为都可以吞噬，为我所用。你舍得给我？这与我神魂合一，还分什么彼此？你不想回到残魂天界，让背叛的人付出代价？不错，背叛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好，成交。哥，你刚才怎么了？你的气息又变得更强了。放心，我没事。既然鸿蒙吞天诀无物不吞，就先吞噬你的修为试试。呀！龙圣子显示了。东西啊，感受到了吧？是我先发现的，你可别和我抢！不杀之主终于回来了。这里将是我林峰征战杀伐的开始。哥，凤儿，你的伤势还有你的修为，娘，然而不用担心，我还是我。好孩子，没事就好。然而，我用真气激活你的肌肤再生，过几日，你的脸便能恢复如初。哥，你好厉害！哥，你的未婚妻苏清言苏小姐为了替你求情，被囚禁在铜雀阁中，快去救她吧！青言，你是这具身体原主的未婚妻，既然我重生于此，必定不会再让你受苦，我会好好守护你的。你个调皮的小骚货真会玩！你好坏！傲白哥哥，林峰已经废了，往后我就是你的人。林峰，你不是被关入无间狱了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都看见了？我一个弱女子找一个好郎君有错吗？傲白哥哥可比你这个废物强上10000倍。好了，林峰，既然你管不了你的未婚妻，我帮你。找死！站，别动！区区灵力所，也想困住我？自我突破炼气境9重，还没人能挣脱我的灵力锁。这个废物是怎么做到的？哥哥，别生气，这几日你消耗太大，他才能侥幸挣脱。我解决了他，就来陪你。林峰，在你死前，不妨告诉你，那天是我派人将你带到苏夫人房间，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嫁给傲白哥哥了。苏清言，够狠！这么多年，你依旧是一个废物。今天我就捏死你这只蝼蚁！林峰，你既然侥幸活下来了，就该像狗一样找个角落藏好。这个不知死活，今日我就让你死在我苏家的独门武技玉莲武轩下！这小子竟然击溃了青年的秘籍，难道是什么奇遇？好，试你一试。这不可能！傲白哥哥，杀了他！这小子必是吞服了秘药，短期内实力暴增。若使用冷家秘籍也能击杀他，但
试炼会3天后就要开始了，将耗费在此。林峰，你与我在这争斗毫无意义。3日后便是8大家族的试炼会，你可敢当着所有人的面与我一较高下？有何不敢？到时候你可不要当缩头乌龟呀！这句话正是我要送给你的。浩白哥哥，林峰，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还是你的未婚妻。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值的恶妇。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多谢父亲相助，我已连续突破3个境界，到达筑基境3重了。我消耗了冷家近100年累积的弹药，结合秘法，才达到如今效果。这次8大家族的试炼会，青云宗的上师也会来，只许胜不许败，一定要拿到上师的推荐玉牌。父亲放心，短短3日，那林峰不可能再有大的突破。林峰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断你经脉，废你修为，让你像狗一样在我面前求饶。3日后试炼会一战，必定天才云集，必须进一步提升实力。从王之言之，乃龙族上品法诀，化灵的一枚之言，炼制大成境，可能无视传言，所向披靡。林峰失去的东西，一样一样拿回。我是武道联盟的大长老，欢迎大家来到8大家族的试炼大会。我是武道联盟的大长老，欢迎大家来到8大家族的试炼大会。为了比试的公平公正，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裁判坐镇，分别是神荒大陆大丹师药老、武道联盟盟主冷千山冷盟主，以及青云宗上使孤月师尊。为何他与苏月的模样如此相似？对了，苍黄天界的时空流速与凡界大不相同，天上1天，人间10年。他难道是苏月的神魂转世？吴越师尊亲自前来是难得的机会，参加试炼的年轻弟子要好好表现，说不定能被青云宗选中。每个家族要派出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参加试炼。今年有6个家族已经报名，苏家弃权，林家有人要参加吗？那林家3代废物进出，已经连续弃权3年了。我看啊，今年也差不多。都这样了，还占着8大家族的位置，真不要脸！我们弃权。就是，吓还小，就他们家那废物，肯定不行。慢着，我代表林家参赛。我林峰代表林家参赛。林峰，还敢来参加试炼会？此人乃是天生不能修炼的废柴。苏家好心让他入赘，他在新婚之夜还想侵犯苏夫人。今天你还敢站在这里？哎呀，我这样禽兽不如！慢着，让他参加便是，让下自见真章。好吧，我武道联盟选拔人才向来公平公正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。本次试炼共分天地玄黄4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又分8个等级。来参加试炼的年轻弟子，尽管向我出手，我自会判断你们的实力和层次。我先来。风春是方家年轻一辈中最有天赋的子弟，也是一个难得的剑修。据说修为已经突破到炼气境9重，即将触碰到筑基境，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。弟子方川，请。方川即将触碰到筑基境，实力果然了得。什么？
大长老已经能够做到真气外放，起码也有筑基6重的境界。速度够了，力道差了点。弟子甲等，才弟子甲等，这考核好严格啊，太严格了。下一位，弟子慕容发。人子乙等，弟子丁等，下一位。到我了。大长老，请。我看，毕竟是他冷家出了个不得了的天才。此人年纪轻轻便掌握了玄阶武技，难道他真是走龙圣子？风遮天手。就算站在这么远的位置，也能感受到如此强劲的气息。此人实力当真恐怖，据说这次青云宗上使就是为他而来。他的确有这个资格，我不如他。我快顶不住了！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，天字乙等。天字乙等，谢谢大长老。众所周知，天字乙等其实已经是试炼会中的最高评价了。天字甲等只是为了激励各家子弟才设立的等级，从来没有人达到过。恭喜冷盟主，药老客气了。冷家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天才呀！林峰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之前为了对付吞服秘药，日后修为在南寸进半分，而我的大好前程才刚刚开始，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还真敢上去，不知死活呀！这废物竟然还真上去，不知死活！好死！林家3代净出废物，特别是那个叫林峰的，连炼气1重都达不到。废物就是花样多。林峰，赶紧滚下去吧！下去，滚下去，下去吧！赶紧滚下去吧！下去！开始吧，请指教。哎，看来林家这一代又是一个废物。大长老连天罡护盾都没起，这是对你最大的这小子好重的拳，若不是我及时动用全力挡下一击，差点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了。他的修为似乎又有提升。大长老似乎动用了全力才挡下林峰的一击。大长老不过是因为没提前防备，猝不及防才被他占了先机，接下来就没那么走运了。不错，小子，来吧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快看，大长老的天罡护盾正在破裂，太逆天了！天罡护盾裂开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大长老的天罡护盾竟然被击破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冷盟主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废物吗？药老，你我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别在小辈面前丢了脸。哼，不错，没想到年轻一辈竟然有如此的天才。天字甲等啊，天字甲等，这可是试炼会举办以来从未有过的评价，真厉害呀！天字甲等。林峰，你别以为靠吞服秘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现在药效过去了。哥，风儿，你没事吧？林峰，我对你的试炼结果有所质疑，修炼之道，实战才是最重要。你敢不敢上生死擂与我一战？上生死擂和试炼可不一样，那可是真正的生死搏杀，直至一方倒下。
是，没错。见好就收吧。你不要冲动真打起来就，不他们是在好说了激你啊，风儿。没事的，有何不敢？你若战，我便战。林峰，上生死擂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等下不小心把你打死，别怪我出手太重。让了生死擂，自然难免有损伤，你们不必顾忌，尽管出手。有件事得告诉你，昨天晚上你的妹妹来找我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真的能保证，只要我嫁到冷家，你就会放过我哥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。今天晚上我要你亲眼看着你妹妹是怎么伺候我的。风影玄冰诀，这剑，这可是冷家的上品秘技，修炼难度极大，而且天赋超凡之人才能修行。冷傲白这般年纪，居然能控制到这种程度了。不枉我将冷家近为100年的天才地武耗费在傲白身上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林峰，你毁了我一辈子，今天我要亲眼看你怎么死的！居然要动用冷家的上品秘籍对付，真是太浪费了。不过快就要结束了，不过快就要结束了，他竟然躲开了，怎么可能？好快的速度！难道他还修习了一门身法？会多有什么用？迟早会被灭杀。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技法？好快啊！林峰，你只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吗？敢跟我正面对决吗？冰霜岁月刃！很有志气。面对秘法进出的冷傲白，林峰不仅没有溃败，居然还能反击。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罢了。冷傲白被冰封打了，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林峰，是你逼我的！红丹。他作弊！他作弊！冷盟主，生死类比试讲究公平公正，为何令公子能带爆灵丹上台？生死类上搏杀没有特定规则，谁说不准使用丹药的？你这个卑贱的垃圾，和我生死一战，你配吗？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！冰封九重天！冷傲白此刻爆发出不亚于筑基境9重的实力，而林峰才刚突破筑基境，这下危险了。冷傲白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同盟实验局。这股炎系之力，起码要金丹境1重以上的修为才能承受得住。为何会出现在一个刚突破筑基境的弟子身上？一阴一阳两股力量持续攀升，不断冲突，连我都有些承受不住。这真的只是试炼会吗？好强，这两个怪物！这不可能！冷盟主，你我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别在小辈面前丢了脸。这个林峰有点意思。哥，你好帅！我废了你！小心！鸿蒙吞天诀！我的修为怎么在流血？放肆！什么？我全力一击即会将其击毙？赤山，生死擂一旦开始，任何人都不得插手。你作为盟主带头违规，你不怕冷家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？此子出手狠毒，
废了我儿修为，在世上肯定是个祸患，一定要严惩。刚刚你儿子占上风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他出手很多？冷盟主的脸皮真是比屁股还厚啊！刚刚明明是老白要废我在先，难道我就不能还手了？而且你自己说的，比试台上难免会有损伤，怎么说话跟放屁一样吗？此子战力不俗，如今已被冷家怀恨在心，日后必成大患。就算犯了重，要除掉他。怎么，冷盟主是要再想什么借口除掉我是吗？不妨你说出来，让大家都听听啊！冷盟主不会这样做吧？我怀疑此次比试不公平，作弊！我哥光明正大，凭什么赢了就是作弊？你儿子托付丹药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作弊呢？你干什么？我承认你有些事，但是想和老夫较量，未免太早了。老夫今日把你的一根一根敲碎，再次验证猪狗不如的废物！威压太强，身体动不了了。好恐怖的威压，真的是金丹境一重的实力吗？面对比自己高出一个大境界的强者，任何接风都是笑话。你不这次死定了！冷先生，住手！住手！好，为止了。林峰，你我身死我也无法独活。我刚能练出一丝真元，可以借你使用。只是你现在人身太过脆弱，若承受不住，还是会经脉尽碎而死。那就再赌一次，来吧！冷千山以电用毕生修为，没想到就这么被他给接住了。他身上爆发出一股如此强大的太古之力，难道他已习得上古秘法？林峰居然击败了冷盟主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起码有2个大境界的差距啊！看来预兆所示的九龙圣子必定是他，天佑我青云宗。凤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想干什么？保重。我还会继续修炼。林峰，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。这里是你的开始，但不是终点。青云宗10年一度的收徒考核就要开始了，你凭借紫玉牌可跳过2阶、3阶的选拔，直接进入宗门测试。直接进入宗门测试？放眼整个修仙界，也只有当年的万古大帝林真舟才有此待遇，没想到林峰也做到了，的确让人羡慕啊！我现在的实力远远不够，青云宗有更多的修炼资源，能帮我精进修为。只是我离开后，我的家人……林少是放心不下家人吗？若不嫌弃，老夫愿交你这个朋友。今后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。这里有一些凝血丹和融灵丹，你疗伤时应该能用到。多谢药老，我的家人，拜托你了。师尊，老白被他打伤，至今未醒，请师尊为我做主啊！林峰，哼，他还真把自己当成九龙圣子了。把他毁了就是，只要他敢来，本座就让他有来无回。眨眼功夫，你炼化了3颗灵元丹，药力1分1毫都没有浪费。如今我已经突破到了筑基境3重，却有了金丹境的威压，战力应当与金丹境1重的修士相当。若再次对上老白，我有把握1招之内便将其击溃。大虫子，大虫子！看来他消耗真元太多，需要恢复，只能靠自己了。鸿蒙之眼，初步修炼便可洞察捕捉一切事物，上能望穿苍穹，下可洞悉九幽之境。修炼至大圆满后，可见天地大道。
青云宗，我来了。我已感知到九龙圣子的气息了。站住！此乃青云宗圣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这位师兄，我是来参加考核的。这是青云宗的推荐玉牌，请师兄过目。大胆！居然拿一块假玉牌糊弄我，该当何罪？怎么会？这块玉牌是我在试炼大会夺魁后，又经过2阶、3阶测试才得到的，怎会有假？此等高阶玉牌，当今只有九龙圣子才有，而且还是孤月师尊亲授，怎么会落到你手里？肯定是假的。师兄，您一定是看错了。废话少说，师兄，我可以放你进去，只要你肯做我的道侣啊！师兄，请自重。小骚货，给你脸了吧？哪来的狗杂碎，敢管老子的闲事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他就是你说的九龙圣子。正是。我看是孤月师妹弄错了吧？当时只知玉照出自东方青龙卫，具体是谁尚未可知。原来如此，麒麟城的少主南宫山也到了，此子已开启麒麟血脉，看来气息必定出自于他。往上爬吧！你要是九龙圣子，我就是天王老子！来呀，告诉他，冒充圣子什么后果？是师兄。公子，算了吧，大不了我不参加考核了。此等凡界之人，你越退，他们就越得寸进尺。你教训一下。此分明只有极境3重的修为，却释放出了金丹境的威压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死了逼呀！短时间内提升的威压，虚张声势罢了。这样就不行了！小子，你找死！赤狐掌！赤火掌可是青云宗的玄阶秘法，公子就这样化解了？一个重激境3重的新人，打败了3名内门弟子，有趣。难道他真是九龙圣子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参见孤月师尊。他就是我亲自选拔的，你一再刁难他，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力。这怎么可能？是我们狗眼不识泰山，对不起。师尊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师尊，佳琪，不，他要杀我！师尊，你做什么？方才我释放了一道剑意测试，你的肉身气血比同境界的弟子强很多，甚至不弱于金丹境弟子，倒是适合修炼我这门心法。原来是在测试我，吓了一跳。现在我将鸿蒙剑经要诀传授于你。剑分俗剑、灵剑、明剑、天剑、道剑。修炼至大成后，可化剑为丹田，以丹田吞天下剑。剑者，为心，为我，为一剑耳。徒儿明白。我已将鸿蒙剑经要诀灌入你的识海，能领悟多少，就看你自己了。是，师尊。
大竹峰专管兵刃，你去大竹峰剑种一趟，吸收一些剑气，提升剑意。要是时机成熟，就选一把自己的佩剑吧。是。青云宗果真是个灵气汇聚的修炼圣地。这位师弟很面生了，你是哪位首座的弟子？在下林峰，师承孤月师尊。原来如此，想必林峰师弟还不清楚，寂灭剑择主在即，每次阵斗会释放出无比精纯的剑气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吸收得了的。不错，若是剑心不够稳固，吸收太多反而会对自身有损害，可要适量择取啊。多谢二位师兄提醒，我去试试。这些剑气却是极的。青春3个小时，今天在苍黄天结一恨，还好红龙炼诀修炼到了第2重，否则也难以加入。这位师弟对剑修之道很有心得，一次竟然能吸收这么庞大的剑气，几乎毫无损耗。是啊，的确有几分天赋啊。师兄，为何感应不到剑气了？这机缘被他抢去了。就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抢机缘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抢机缘？公子，你也在这里？剑种乃青云宗圣地，是筑基境8重以上的弟子的修炼之所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奉师尊之命来挑选合适的佩剑，顺便修炼修炼。关你什么事？混账东西，敢这样和我说话，给我炸！哎，既然师弟是来挑选佩剑的，我们做师兄的也得传授点经验。秦师兄，林师弟，师兄我私下透露给你一个绝密消息。你看呐，此剑名为寂灭，曾是万古大帝林真昭的佩剑。当年万古大帝持此剑杀的魔教妖徒闻风丧胆，后来他消失后，寂灭剑就被封印在了此处，等待新的主人。但是这700年来，竟无一人能拔动此剑。这种事，你会这么好心告诉我？师弟把我看成什么人？我是你的首席大师兄，我看师弟福缘深厚，才将此事透露给你。再说了，若师弟成了，我做师兄的也有面子不是？他这么大方把消息透露给我，必定有诈。但此剑充斥着上古之力，若能驾驭，我的实力能够大幅度提升，值得冒险一试。师兄，要是真把剑取走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就连青云宗3大首座都无法将此剑拔起，何况是他？而且我有一点没告诉他，寂灭本是上古凶剑，若拔剑者实力未达到元婴境，会被其爆散的剑气反噬。这小子要真敢拔，就等着暴毙当场吧。原来如此啊！师兄这招借刀杀人，一个字，绝！公子，还要干什么？难道是想拔寂灭剑？那可是上古凶剑，宗门规定，没有达到元婴境界修为是禁止触碰的。哎呀，他疯了吧！快住手！完了。两柄枪矛，谁主城府？斗转星移，我心如初。你是谁？我乃万古大帝李思泉，请接受我的传承，请接受考验。不好，数万道剑气在公子的身体内激荡冲动，这样下去他会被剑气搅碎的。哎，姑娘，别过去！你现在靠近也一样会被碾成齑粉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让你去还真去，真是条听话的好狗。各位师兄弟作证啊，是他自己过去的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啊！能吞天诀！糟了，
此神兵的核心剑气，相对于元婴境2重的境界，鸿蒙通天诀恐怕要修炼至第3重才能吸收。这次拖大了。区区蝼蚁自视甚高，还想拔剑，活该！你们这些混蛋！这位师弟，你的经脉在破碎，你太冲动了。人活一世，只求一个不留遗憾。我所做之事从不后悔。这把剑要考验我，那就让它考验便是。不错，没想到还能遇到一个剑性澄澈、剑本圆满之人。把它交给你，我也放心了。师兄，寂灭剑动了！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？别慌，不过是松动而已。师兄，他要真拔出来怎么办呢？这要是被雷炎师尊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小子再怎么厉害，也才通过筑基境，拔出来！师兄，他拔出来了！师兄，他拔出来了！不会吧？寂灭剑就这样认输了？不是说不能随意触碰的吗？不可能，我不接受！师兄，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向师尊交代啊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从未如此好过。既然我取得佩剑了，那就回小主公复命了。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把剑放回去。为什么？寂灭剑是我大竹峰镇山之宝，不属于任何人。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我把剑拔出来了，就不认账了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而是在通知你，把剑放下，不让你离开，不然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错，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拔出了寂灭剑，但这确实不是你应得的东西。小师弟，你拿着它只会引来是非，与其将来被人抢走，倒不如留在剑中。你们真是太不要脸了！你大欺小算什么本事？就是，寂灭剑既然已经认主，就应该让人家拿走啊！这位师弟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你作证。都给我闭嘴！说了，不是寂灭剑择主，而是这小子强取豪夺。再敢多言，便是与大竹峰为敌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把剑留下。你们想试试寂灭剑的锋芒吗？你们想试试寂灭剑的锋芒吗？大言不惭！我们3人修为都在金丹境，你想以一敌3吗？一个新入门的弟子，就算有寂灭剑在手，发挥不出威力来。别跟他废话！云峰抢夺宗门至宝在先，血罪无果，一起上！杀了他！烂体，与我争锋！怎么会这样3位金丹境的师兄联手，居然这么不堪一击，这寂灭剑也能分分小我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生平最讨厌被人威胁。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师弟，有话好说，剑你拿走，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愿意做你的奴才。做我的奴才，可以吗？我是青云峰大主峰雷炎座下首席弟子，你敢动我，雷炎师尊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师尊，师尊，李峰残害同门，还想杀人夺宝。救命，师尊！好了，这场闹剧到此为止。林峰，限你3个呼吸之间自废修为，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。当然，如果你肯把剑留下，说不定我会留你一条狗命的。你们真是蛇鼠一窝，满口仁义道德，不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杀了，拿回寂灭剑吗？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
敢挑衅本座，天我就让你明白，你到底是多天真！师尊可是元婴境超级强者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怎么是化成灰吧？这就是元婴境强者的实力吗？我的修为与他祖宗相差2个大境界，差距实在太大。太古如龙还在恢复中，暂时也无法动用他的力量，只能靠金叶剑一时。别说我以大欺小，你先出手吧。据点，他的右臂受了伤，就从公子手。红诀，快点身法！阴诀，这是什么武技？他居然还藏了一手！你竟天真到与师尊动手，简直是浮游汉术，自不量力！相差2个大境界，果然还是太勉强了。今天知道他的弱点，身体也跟不上相雷锋，虽然你有几分天赋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公子，雷炎师尊，快住手！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没力气了？来呀，打我呀！化红诀，怎么可能？雷锋打得好，没事吧？师尊，雷炎，你很好。我刚收了徒弟，你就对他动手了是吗？师妹，我不过在秉公执法。林峰仗着寂灭剑在手，打伤大竹峰弟子数人，而且对我动手，这种大逆不道之徒，当然要严惩了。胡说！分明是你们咄咄逼人，先说谁拔出剑就归谁。公子拔出了剑，你们又反悔，一派胡言！你拔出了寂灭剑，是。既然没本事，挨打也是活该。林峰，既然你拔出了这把剑，那他以后就归你了。师妹，你身为首座之一，难道要仗势欺人吗？今天我就仗势欺人了，怎么了？好，既然师妹如此不讲理，我会将一切禀明掌门师兄。走。别追了。师尊，他们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，就让他们走了。我自有安排。寂灭剑在大竹峰100年，连掌门师兄都无法获得他的认可，你是如何拔出来的？应该是运气吧。你不想说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你体内剑气还未稳固，又被雷炎的真气所伤，剑气与真气之间激荡冲撞，若不处理，会落下隐疾。你跟随我的心法，试着将2股气收敛到丹田中。好。原本游走在全身的剑气和真气，在丹田打通我的灵脉，居然动用了金丹境。哦，这么快就能成金丹了，不愧是曾经的指天大帝，这对天子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。现在可以收拾高强文功法了，以师尊传授你的残阵心法，以将鸿蒙剑境一通完整。你现在收习最合适无功。鸿蒙剑经，第一式混天诀，将剑气融合一体，凝视固体真气，一招破底。修炼至大圆满后，可斩诸天神母，万剑云现。我如今金丹已成，再配合鸿蒙剑经，哪怕再次遇到雷炎这样的对手，也有一战之力了。新人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好好表现。是，师尊。青云宗第5届新人考核正式开始。我是这次的主司长老，这是大竹峰雷炎师尊，这是小竹峰孤月师尊，
是这次的主考官，你们好好表现，将来也许会拜入他们的门下。1万年前，大荒神龙跟随万古大帝征战9天10地时，经过此处，将一缕神魂存留在这麒麟三才阵之中。大荒神龙为鸿蒙龙族的后裔，其血脉仅次于太古烛龙。即便如此，它也是神兽中万中无一的存在。难怪这地方灵力汇聚，还有如此强大的威压。测试规则如下：只要踏进麒麟三才阵，经天地人3阶考验，越靠近天界的麒麟神像，就代表天赋越高。就让我先试上一试。赵一博是以不法成名的赵家，我想他至少能闯过人阶考。刚才你瞬间释放的威压，不亚于筑基境8重的威力。若是再近前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加油啊！撑住！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有意思，这个麒麟三才阵有点意思。一群跳梁小丑，在这样的上古大阵面前，根本不堪一击。唉，所以我还是劝你们趁早放弃，免得到时候落个落水狗的下场。不就仗着有麒麟血脉护体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让开！麒麟血脉果然非同小可，看来今年的第一就是麒麟城的大皇子啊！我们也上吧。风是大了点儿，但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？我明白了，我与太古烛龙神魂合一，这威压虽强，但对我来说却如阵阵和风。有人踏入人界范围，区区人界有什么稀奇的？最多不过是内门弟子，成不了气候。踏入地阶，资质上等，可晋升为真传弟子。公子，风铃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去歇会儿吧。公子加油！这小子居然与麒麟血脉的传人不分上下，到底还在强撑什么？青云宗不是你这种底层修士能混进来的地方，就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。爆发了麒麟血脉！麒麟血脉，他爆发了麒麟血脉！南宫一族的麒麟血脉，果然非同小可。倒是有些天赋。进入地阶范围后，威压会增加5个层次。除了麒麟城的大皇子，其余闲杂人等就要止步于此了。地阶考验对于这些年轻弟子还是太勉强，纵然是麒麟之体，也无例外。还有一个人，无意义的坚持，我看他肯定要爆体而亡了。不可能啊！能了！他已踏入天界范围，资质堪比妖孽。我青云宗有600年没有出现过这种绝对不可能情况了。！这麒麟三才这肯定出问题了。师兄无需惊讶，偶尔看走眼也是可以理解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小子不过筑基3重的境界，再往前走，恐怕就要被大荒神龙的神魂吞噬了。公子，别往前走了！你将等着被吞噬致死吧！公子，糟了，这小子开始被神龙的神魂反噬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就要修为尽失，性命不保啊！二位首座，快救公子！初夜首座切莫冲动，若现在出手，就会打破灵力平衡，反而会害了他。小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
草木神龙的神魂应该与大主同根同源，是人用吞天诀吸收到的。无知小儿，竟想以凡人之力与龙族神魂抗衡，简直笑话！林峰，大橙子，你醒了。此神魂之力对你我修炼都大有好处，快炼化它！如此纯粹的真元，竟助我将鸿蒙吞天诀突破到了第2重。如今我再次对上冷千山，必可将其击伤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的气息又变强了3个层次，承受住了神龙神魂的反噬，将其灵力吸收为己所用。天威地龙，由于9天苍穹，龙吟诸天，万界折服。此子有大帝之姿，他就是九龙圣子。好样的！快看，麒麟圣像！他竟然毁坏了麒麟神像，毁坏宗门至宝，其罪当诛！不好，公子惹上大事了！不可！你们没看见吗？此人就是九龙圣子，这是天选应招之人，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人吗？让我来试他一试。小子，若能接我一掌，你就是天选之人。雷爷，开什么玩笑？自古以来，哪有师尊和考核弟子动手的？你的修为已到元婴大圆满，又如何能接得住你一掌？怕什么？九龙圣子天赋远超常人，再说，我也不会用全力，无需多言。不要推敲，无法施展身法。林峰，这是你该渡的劫。公子，刚才不是挺厉害吗？现在呢？还挺能扛，居然能顶住我3成功力。不过，离死也不远了。你求我呀？要是求得本座舒服，可以考虑让你死的舒服些。你这种人，我死也不会求1句肉。杂碎，你可知冷千山是我外门弟子？今天别想活着回去了。不错，此子天赋极佳。那今日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。天雷大！你疯了吧？你居然对一名考核弟子动用青云秘法，你这是要他的命啊！洛长老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记住了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一品转通，天雷浮藏。跪下！林峰，给雷炎师尊跪下，可饶你不死！让我给你这种人下跪，做梦！你愿去死！奇怪，虽然雷炎动用了3成青云秘法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早该支离破碎了，为何还能撑到现在？天雷之力正在被吸收，公子，你的身体快到极限了！就还给他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师尊，师尊，你没事吧？混账！怎么可能会有事？这小子居然扛住了，这太过分了！我们是来拜师的，你命大欺小，太不要脸了！就是不要脸，不要脸！虽然我只动用了青云秘法3成威力，但哪怕金丹大成的修士也未必能挡住。和冷千山说的一样，这小子潜力太惊人了，必须趁他羽翼未丰前除掉他。我看还没到极限，再来！还来？太过分了！师妹，你做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我做什么你管不着吧？怎么，你为了这小子不惜要与我动手吗？与你动手又何妨？天哪！陆月师尊居然为了公子要与雷炎师尊动手了！
住手！住手！你们是要同门相残吗？宗主也被惊动了。宗主，您来了。这个臭小子太过嚣张，公然扰乱秩序，我正要将其拿下。小子，别以为孤月师尊护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有宗主在，岂容你放肆？怎么，你的威能，你的猖狂呢，都哪里去了？跪下！听到没？宗主让你跪下。我是让你跪下。这怎么是我啊，师尊？让你跪下就跪下。你也跪下。宗主，我九龙圣子出现在此，是我青云宗的福分，你却一再为难他，甚至要灭杀他，你是要背叛青云宗吗？宗主，我一时糊涂，真跪下了，向他道歉。道歉？向他？刚才对不住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念在你们有悔改之心，就罚你们去杂役部打杂1个月。我这样处理可好？就按宗主说的办吧。还不退下？是。林峰，我想收你为我的亲传弟子，从此你的身份与首座相当，也能得到最好的修炼资源，你可愿意？天哪，宗主居然亲自抛出了橄榄枝，太羡慕了！身份与首席相当，以后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了。能拜入尊主门下，肯定能享有最好的修炼资源。但国月师尊的剑道之秀与鸿蒙功法有共生之势，可相辅相成。而且刚才要不是他出手护我，我已是一具尸体。多谢宗主好意，但是我已拜入孤月师尊门下。不是吧？宗主亲自邀请，公子就这样拒绝了，太可惜了。是啊，青云宗本分7脉，发展至今合并为龙首峰、大竹峰、小竹峰3脉。你既已通过测试，按规定可任意选择一脉，我不会勉强。多谢宗主。你可想好了？想清楚了。计划必须提前执行，我等不了了。这有何难啊？本座被困了1万年，好容易才重回人间，有的是办法，有的是手段。只要雷炎师尊能助我打开青云宗的护宗大阵，其他事情就交给我来便是。林老怪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冷家那小子怎么样了？他的修为被某种功法吸干了，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废人，但我主人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存在，自然有办法帮他恢复啊。长得倒是俊俏，这么死了可惜。不好！有人在引导十方阴煞之气笼罩青云宗，这是龙首峰的预警钟，苍古在召唤我们呢！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吧！龙首峰有异动，我去看看。宗主，宗主，有人攻破了龙首峰，制造灵力波动，是为了
引你们过来，快走！宗主，宗宗主神魂俱灭，肉身溃散了。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，旧鬼哭，天阴雨湿，生啾啾。老怪，当年3大圣宗高手进出，将我困在这魔井中。如今我重见天日，怎能不信守当年之承诺？先灭圣山，再灭昆仑，现在该轮到你们青云宗啦！哎，层层不慌，龙首峰更是戒备森严。你怎么进来的？2位老祖好啊！2位老祖好啊！雷炎，你居然背叛了青云宗！苍谷那个老家伙越老越糊涂，还有你们，什么时候把我当人看过？别跟他废话了，拿下他！无法运气了，雾中有毒。现在发现已经太迟了。我在雾中散播了化灵散，半个时辰内，你们都动用不了修为啦。这下麻烦了。云老怪，能否让在下先料理宗门内的事情？请自便。多谢。师妹，这几十年来，我对你朝思暮想，可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，你清高什么？我说过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落在我手里。呸！再说一句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你这么多年脾气真是一点也没变呀。不过我喜欢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，我要看看你是如何变成一个荡妇的。畜生，放开他！打得好，雷炎，你活该！你们2个老家伙急什么？这就给你们来点刺激的。师妹，这么想打爆我的脸吗？林峰，师尊，我感应到龙首峰发生变故，立刻赶来了。之前都是你护我，这次换我保护你了。狗杂碎，2次都没弄死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师尊元婴境大成都不能自保了，你区一个筑基境初期，还想英雄救美吗？我算不上英雄，但美人我是救定了。你现在都不能自保了，看看你周围。在阵法中散布毒物这种手段，不过是我玩剩下的。你觉得我没有任何防范就会闯进来吗？这小子倒是谨慎的，居然提前有了防备。即便如此，以他现在的修为，对上雷炎依然毫无胜算。不错，雷炎到现在还没出手，若是想慢慢玩死他，情况不乐观。上次即便知道他的弱点，但因修为境界相差太远，依然没有机会。如今他还不知道我已经突破到了金丹境，若我多用逐龙之力，也有赢下他的可能。但这股力量使用后损耗太大，只能当做底牌。既然有了寂灭剑，试试新学的鸿蒙剑诀。好快啊！你们看清楚了吗？这小子出手狠辣，只有真正经历过生死之人才会如此。古月，这跟着你修炼几年了？这是我近日来收的。什么？就是现在！你怎么知道我有剑有伤？以为这么简单？奇怪吗？林峰，被灌入这小子身体，不要下去，他会爆体而亡的。
激荡的感觉怎么样？信，我立刻杀死你，慢慢的折磨死你。李峰，既然你给我送灵力，那我还要谢谢你。鸿蒙吞天诀，呀！幽静的气海能量，勾人吞噬，只会令你气海破碎而亡。我历经生死无数，卖一个道理，风气越大，收益也就越大。必须一举突破到元婴境。给我血！我的修为怎么在流失？再血！他这是什么功法呀？难道是化灵之术？我在古籍残卷中涉猎过些许，似乎与鸿蒙时代神龙吞噬天地灵气有相似之处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带给我们的惊喜太多了。元婴境，给我破！不可思议，他真的做到了，即便放眼龙族，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疯子。他竟然活了下来！小子，你没事吧？李峰，你突破到了元婴境。师尊，好，非常好，看来你小子配死在老夫手上。糟了，差点忘记真正难缠的是阴老怪啊！其实雷炎这个人，我一直以来就不大喜欢，可现在倒是省去了不少麻烦。此人乃昔日的魔门第一祖，虽然被封印多年，如今的修为在化神境还是高出你一个大境界。你就是布置阵法的人。不错，老夫这么些年以来，专心钻研阵法，对战实力更胜以往。这十方血煞阵由上古12都天神煞大阵演化而来，以十方煞气化形，大大小小共160阵，环环相扣。十方血煞大阵在上古10大凶阵中排名第3，难道上天要亡我青云宗吗？就这，也算是法阵。你说什么？且不说这几百道灵纹不够纯熟圆满，组合手段更是极为粗糙。那160座凡级阵法结合在一起，看似规模宏大，实则漏洞，能运行起来，真是一个奇迹。小子，少在那里阴阳怪气！你可知这阵法之中，任何空间都由我掌控。既然你这么懂阵法，现在就走到老夫面前来试试看呐！好啊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他在干什么？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子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招！更起，引唐云，身正直，手弓拳，怎么？一转头。这小子用步踏钢斗进入阵法核心位置，这可真有意思啊！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，竟然会仙家步法。你这阵法，在我眼中不过就是个笑话。牙尖嘴利，老夫不与你成口舌之争。原本想给你一个舒服点的死法，但你给的脸不要脸，那就怪不得本座出手太狠了。天地人3位居然以飞将、符师、人鬼3大邪物立位，你阴老怪，你疯了！这些东西被摒弃在6道之外，以愿为力，以血为食，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想当年，不死老祖便是以此阵屠戮了3大上宗，但自己晚年也死在了这些凶物手中。今日，老夫就拿你这小子试试手。一曲血绝弦，黄泉何宿苦不还？去吧，他的血肉是你们的啦！
形天星斗，所有的阴煞之气一瞬间爆发出来了。以气带动阵法，从而操回类形容，就是。玩味。想干什么？不要停，前进！怎么回事？跳舞？停下！你在干什么？停下！看似简单的敲击，实则扼住整个阵法的枢纽，利用阵法的运转规律反其道而行啊！居然能反攻阴老怪的阵法，即便是精灵阵法本能的阵法师都无法做到，他从哪儿学的？就这样的水平还敢出来卖我玩阵法？这片神荒大陆都还没诞生呢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得了本座吧？你实在太天真了！这个起手难道是那招阴老怪？怎么会不死老祖的独门绝技？当年青无上神就是败在这一招之下。天魔六阴老夫多年的心血，怎么可能被这蝼蚁毁了？死吧！你修炼这些邪术的同时，你在被邪术反噬，这阵法违背大道之根本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我动手，你自己就要完了。你以为老夫会信你的鬼话？想唬我，没门儿！十方阴煞之气越聚越多，他快坚持不住了呀！这十方煞气最初是混沌时期诞生的太阴之气，若用鸿蒙吞天诀吞噬变化，或许能让他助我突破逼障。鸿蒙吞天诀，怎么回事？十方煞气正在被他吸入体内，那这是什么怪物啊？就没想出过这么纯粹的太阴之气了。林峰，就试试抓紧时间练吧，这对你我都大有益处。想牺牲太阴之气提升修为，没那么容易！弄死他！还等什么？快上！快上啊！施发血煞阵反噬了，开始。在魔族，没想到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这是天地初始诞生之气，淬体的同时还帮我洗精伐髓，彻底稳固了元婴。而且鸿蒙吞天诀突破到了第3重。你是不是以为现在就结束了？老夫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上你一起去报警！不好，他要自爆！去报警！不好，他要自爆！一起死吧！师尊！不！师尊！师尊，让我看看。境外破碎，修为尽毁。我试试让他服用返魂丹，看看能否保住性命。好，快！老祖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伤得太重，已经魂飞魄散，我也无力回天了。哎呀，可惜呀！师尊如此待我，就算是逆天而行，我也要将他救回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十方血煞大阵，主阵者身死，但阵法还在。难道你想效仿万古大帝做那件事儿？当年青无上神与魔门不死老祖惊天一战后魂魄碎裂，与现代孤月差不多。万古大帝踏遍十方世界，最终创造出一套回魂之术——仙逆聚魂大阵。你想效仿他吗？仙逆聚魂大阵，这可是修仙界的禁忌之术啊！他怎么会知道？二位老祖，仙逆聚魂大阵一旦运行，需耗费无数灵力。我恳请二位老祖出手相助。
为了救师尊能做到这种地步，我这个老家伙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了。哎，此乃皓月灵石，集5000年月之精华，应该可以有所帮助。哎，你把珍藏一生的至宝都拿出来了，我自然也不能输给你。这九纹凤凰玉自上古之时便存在，吸取天地精华，储存了数千年的灵力。你要是用得上，就拿去了。多谢二位老祖。要开始了。二位老祖，我需要你们帮我引动天地之力，替师尊提前渡劫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救他性命。但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又如何能承受天地之力呀？我会将天地之力引到自己身上。什么？你才刚突破元婴境，根基还不稳固，贸然渡劫，这可自杀无益呀！师尊如此待我，不能坐视不理。纵是九死一生又如何？林峰哪怕身躯剧烈，也要与这天命斗上一斗。我一决，请二位老祖成全。都是世间人，在世间盘桓罢了，我们就帮你一次。多谢。大圣天雷无望，万劫不朽。怎么回事？是救出雷劫？浩荡的劫水，即便在飞升之际，也极为罕见呐。为何会出现于此啊？精他人根本就背离天命，因而上天必将降下比长劫更为强大的考验，他能撑得住的。必死之举啊！小子，我的文明战产生传说，接天雷，你有如此魄力，导致前所未见。我要来渡你。曾经我们是对手，如今却要共进退。若能撑过这次，我愿与你共饮一场。要是还能活着，就与你拼这凡之的雷劫为天地规律，但若能逆势而行，便能突破凡体极限。吾生于混沌为止，只要你能顶住，此劫便是你我之缘。一旦成功，你可铸就天雷之气，终身以吞天人族。皓月灵石，九纹凤凰玉都破碎，天地法则的提醒，这次雷劫的威力远超寻常，你的决断将左右生死存亡啊！危机意志转机，莫被瞬间的挫折所困扰。我还活着。哎呀，殷老怪以毕生修为自爆，你首当其冲，本应经脉俱碎，魂飞魄散。你徒儿为了救你，就雷锋，雷锋，雷锋，你还活着？我只说他被雷劈了，又没说他死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此次我不仅没有身消道远，机缘巧合下还修成了天雷之体。我听师尊说过，天雷之体多出现于上古龙族之中，在凡界更是凤毛麟角。如今能修成这般体质，实属机缘难得。林少，林少，药老，
你怎么来这里？有危险！什么？把李家翅膀交出来！李家翅膀交出来！你死心吧！别说根本没有这东西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给你的。丈夫死了，如今林峰的小杂碎也快死了，你死撑着有什么用？我说，我哥去青云宗拜师，有宗门庇佑，怎么可能会死？福儿不会死的。哎呦，看来你们还不知道啊！曾经的魔门第一祖殷无修，在青云宗布下十方血煞阵，青云宗自身难保，你说他还死不死？这个畜生！小骚货，说你哥哥林峰是个废物。我哥才不是废物，你才是垃圾，卑鄙无耻烂人！再说一遍！别打了，我求求您放了他！我哥一定会报仇的，要不然你是生不如死。都要看看一个死人怎么让老子生不如死！放了他，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。你说，你儿子林峰是个废物。说是，既然你这么爱你的儿子，好，睁大眼睛看着，老子是怎么玩死你女儿的！谁？冷千山，风，你居然还活着！若无生计也就罢了，该动你家人。怎么可能？为何我连还手之力都没有？你以为打败我就能肆意妄为？我让鳌白现已获得天人之影，修为突破至元婴境，杀我将会见万劫不复。你和叶家人将会遭到惨烈的报复。你好，然儿。孩子，你活着就好。没事。我也离开这。我们在丹宝阁他们的照顾下，日子也算安稳。但有一天，冷家的人突然闯了进来，冷傲白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变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。爹！糟了，他来得好快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走得了吗？走，你们走得了吗？林峰，你当日废我修为，如今又残害我父亲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短短10日，已经突破到了元婴境2重，看来你也获得了机遇。那日我差点变成了一个废人，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遇见了天人。天人？天人赐我造化，就是为了今日。我要让你全家为我爹陪葬。剑来！他居然成了剑修，他手中拿的应该是传说中的神兵巨阙剑。巨阙剑，我听你别提，巨阙剑乃天人造物，曾经为人皇轩辕氏的神兵。放眼世界，所向披靡。由于它威力太大，最终被封存了起来。没想到今天会出现在冷傲白手中。算你有点见识。这样吧，让你儿子跪下磕100个响头，答应做我的狗10年，我可以饶了你们。跪下！跪下！就凭你这虚浮修为，也想在我面前造次？奇怪，我明明释放了这么强的剑意，为何他轻描淡写就化解了？难道这段时间青云宗帮助他提升了修为？就算青云宗再厉害，也只是凡界宗门，如何能与真正的天人相比？天人赐我神兵，岂是凡人能够抵挡？今天就让你看看，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花样都只是一个笑话。我方才铸就天雷之体，肉身已堪比龙族，正好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他的极限。
后有天人，你敢打我吗？天人，好啊，那我今日就饶你一命。回去告诉你的天人，改日我林峰自当登门拜访。娘儿，以后你们跟我去青云宗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请上山再出手助我提升修为，让我可以教训林峰。我给你的东西都弄丢了，还要我帮你，脸皮可真厚。那个林峰蔑视天威，他羞辱我就是羞辱您啊！林峰，你身上有他的气息。我找到你了。哥，怎么了？凤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林峰，出大事了！然儿，你带娘先去休息。师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方才天生异象，我以天心术推演，应该是苍黄天界的天人将要对我青云宗大举进犯。苍黄天界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此话怎讲？这其中缘由复杂，日后我自会向各位说明。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想出应对之策。你有什么想法？目前青云宗战力不及苍黄天界，所以我们首先要尽量提升自己的修为。不是我们不想提升，只是，修炼至今多少都到了瓶颈期，短时间内实在难以突破呀。不错，我的修为在渡劫境停滞200年了，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。咱们这有丹鼎吗？你还会炼丹？略知一二。林峰啊，不是我们不信你，我2人虽不是丹师，但听我们师尊说过，丹师不比修者。这培养一名普通丹师，少说也得70、80年呢。年纪轻轻，如果只是炼制初级丹药，对我们的提升也没什么帮助。他既然开口了，就让他试试吧。行吧，行吧。干什么？难道要等丹炉全部受热之后才肯下材料吗？一看就是生手，这些灵宝材料脆弱不堪。趁着温度还没上来，是下料的最好时机。若丹鼎温度过高别说成丹了，连提纯都做不到。果然不出所料吧？此时丹火温度上来了，材料下去，这药效瞬间就被蒸发了。这林峰虽然天赋令人佩服，但炼丹和修炼不同。炼丹讲究的是丰富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并且太丹药分成丹、饱满、圆润、丹纹4个层级。碍于丹鼎和材料，这几颗只能达到圆润级别，暂时只能这样。林峰是你的弟子，要不你先？此乃元阳丹，不适合女子服用，稍后我会为师傅调配适合她的。好吧，那我先来。灵气精纯，内敛而不外放，光闻一下，我的灵根就在颤抖。要是吃下去，我的天哪！我修炼至今，气海受阻，修为难以再上一层。这颗丹药让我连升2个境界，已经摸到了渡劫境大圆满的门槛。瞧你那样，不就是颗普通的丹药吗？还能上天？我吃颗试试。
好温暖，仿佛沐浴在花海之中。这颗丹药的效力相当于我苦修80年，困扰我多年的尿频尿急也被治好了。我们终于突破了。雷锋，这丹药是不是有问题？二位老祖怎么这样？没事，他们是压抑太久了，今天一瞬间释放。只是这元阳丹只剩最后一点。我说死不拉，现在我就没必要跟你客气了哈。死吧！你是不是想跟我动手啊？当年魔门一战，若不是我把你救回来，你还能活到今天吗？黄河，大荒尽地矣，你身受重伤，要不是我冒死拖住3大准圣，你能逃出来吗？啊，我怎么不可以？啊！二位老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。两位老祖本是同门，平日里多是口角之争，但像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。我的，这个丹药是我的，你休想！雷锋，把丹药给我，别听他的，给我！二位老祖，干什么你？青云宗浩劫将至，你们作为青云宗的老祖，为了一颗丹药争得头破血流，这像话吗？要是你们喜欢，以后我再为你们炼制一些就是。真的？真的？当然。只要抱紧他的大腿，别说1颗丹药，100颗都指日可待，何必为了这一时之争呢？不错，还是格局不够啊，差点错失良机。林峰，你刚才教训的是，我们确实是太贪婪了。以后我们不仅要提升修为，更重要的是培养心性，尽早去除贪嗔痴。这就对了。太好了，若是这段时间我们有丹药辅助，修为必定能再上一个层次。我们这里有没有灵气特别充沛的地方？我想借此提升修为。倒是有一处地方符合你的要求，青云宗的后山有一处炎帝神龙洞，能源源不断滋生灵力，只不过那里禁忌重重，不太容易进入。那个顾月，你去安排迎敌之事，我们俩陪林峰去走一趟吧。也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炎帝神农洞啊，本是个道眼。万武大帝林真昭与青武上神黄禄以这山体为阵基，布置了一个庞大的聚灵大阵。日积月累，灵气才会如此浓郁。但道眼由上古4方神兽看管，数百年来无人敢涉足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也许能趁他们栖息时摄取一些；要是运气不好，那就是小命难保。擅闯炎帝神农洞者，杀无赦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！好久没有尝过人类的血肉。那2个老家伙真蠢，中间那个白白嫩嫩的留给我。好家伙的肉又酸又涩，不好吃，凭什么都留给你？别吵了，把这小子切成4等份不就行了？乖，这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全都惊动了。这哪怕是1只，我们都很难对付啊，何况是4只？不管了，试试再说。好，天定行，两仪乾坤啊！区区蝼蚁，活腻了吗？敢在本座面前造次！别反抗了，就你那点道理，给我们塞牙缝。跪下！主龙窃戏，原来是龙祖降临。这东西，看来你还认得我这个龙子。既然都认识，那就好谈了吧。你们就不必现身了，我在此吸收点灵气，没问题吧？这道言乃造物之系，我们在此看管，就是为了防止凡人偷窃。你看，我是凡人吗？原来是。小的狗眼不识泰山，先退下了。好险啊！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不好，虎山大阵被破了，有2个人闯进来了。没时间了，只能用鸿蒙吞天诀强行吞噬，提升修为了。2位老祖，替我护法，我现在就要吸收灵气。是。鸿蒙吞天诀太过霸道，如此庞大的灵气涌入，你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。
时间紧迫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希望这些狐混蛋能助我度过此劫。孤月首座，湖山大阵破开了一个口子。这种级别的对抗，你们根本插不上手。传我命令，所有弟子前往后山避难。那你呢？我去堵住湖山大阵的口子，能守一时是一时。凤灵愿与您一同守护青云宗。若我战死，你便是青云宗宗主。活下去，这是命令。是。天有天神，地有地勤，天人尊驾，凡人必退。是你，原来你的神魂转生到了这儿，也好，不用一个一个找了。他的身上有一股天地之力隐而不显，只一眼便释放出如此强大的杀意，我和他的差距太大。苍皇天界女帝遥击千临，尔等凡人还不跪下？原来你就是苍皇天界的天人。天乃万物的根本和主宰，道气所演化。苍皇天界统御36天，知道什么是地境吗？可是超越这个世界的至上境界，你们这些下界修行者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。区区蝼蚁，纵使得道，也不过是卑微造物。识相的把林峰交出，我还能保你青云宗一片安宁。否则，就等着这里血流成河吧。果然，你们的目标是林峰。果然，你们的目标是林峰。局势不妙啊！不知道林峰什么时候能醒来啊？林峰是我的弟子，要想带走他，除非我死。哎呀，真是令人感动呢！快把这个垃圾收拾。是。还要做什么？为安，为聚，为浊水。我是梵音，此法即可结合阴阳之力，震慑一切灵魂。修为不高，意志力却不错。是什么让你苦苦支撑？你越是抵抗，承受的痛苦就越多。静，以不动之万能。静，心则清，体则凉。喜怒哀惊乱静，全由心生。将心神融入本命剑，以剑意抵消凡音，有意思。废！女帝恕罪。以凡人之躯抵抗天人，看来你们青云宗也不全都是孬种。哼！可是区区蝼蚁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。师父教过我，青云宗是我的家，就算肉身已经化为灰烬，也绝不能后退一步。即便转世，你这副德行还是这么令人讨厌。不好，是操控世间规则的因果线。这么一个大美人儿，偏偏要自寻死路。你这样死了，倒是可惜了。师尊，我来晚了，你们带师尊下去疗伤，这边交给我。好。林峰面对的是女帝瑶姬，他有把握吗？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咱们也只能选择相信他了。叶枫，果然是你！怎么，你见到我很惊讶吗？没想到你以残存的一丝神魂注入新的神体，获得了新生。不过即便如此，那又怎样？短短时间之内，你根本无法恢复巅峰时刻的战力。你如何与我对抗？小心！
宗被阴果线给困住了。我还以为你变得有多厉害，等我收拾了这帮人，再过来陪你玩。等我收拾了这帮人，再过来陪你玩。林峰对我们有造化之恩，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护他周全。不错，我们先拖住他，你先带林峰走。不行，我怎么把他一个人放在这里？哎呀，有了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快走！蝼蚁再多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，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，我会让你们一个一个去地下团圆。出来吧，我的朋友！才一瞬间，他身上一股日本之意涌过空中，有修行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这等怪事。太古烛龙，你居然转生到了他身上！哼，这是万古大帝的寂灭剑，如此恐怖的剑意，令整个神荒大陆都在颤抖。他到底突破到了何种境界？短短10日竟能与天人抗衡，我也是看不穿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何我会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？直觉告诉我，若与其对战，我会死，是我的错觉。瑶姬，你为何修仙？苦心修仙，不就是为了摆脱一切束缚，随心所欲吗？修仙讲究的是与世无争，道在自身，戒虚妄之心，戒为恶之心，戒奴隶芸芸众生，虚荣之心。你所谓的随心所欲，那是魔，终究不能征服世人，到最后只得来一个虚妄的自由，欺骗自己。我管你怎么说，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又能做什么？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轻易杀了你，我要让你受尽所有折磨，让你连死的机会都没有。天地正气，数人长存，一动惊妖魔神佛，二动借诸天万界。有趣，不愧是曾经的九天大帝，居然击溃了我的分身。来，我在苍黄天界。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你若要前去苍黄天界，我愿与你一同前往。林峰，若你不嫌弃，我二人将一生追随于你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去踏破这苍穹。